還記得去年12月我發過那條短片，說 Google 每做一次 AI 搜索都在虧錢，但它還是要強推 AI Model 嗎？當時就有不少人說我危言聳聽。好，現在答案來了。剛剛結束的 Google I/O 2026用一組數字正式給這個預言蓋上了章。這不是一場常規的年度開發者大會，這是 Google 向全世界直播自己是如何相當冷靜的親手砸爛自己1000億美元的飯碗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個每年靠賣廣告賺上千億美元的商業帝國，你最害怕什麼？你最害怕的是大家不再看你的廣告了。但在剛刚結束的2026年 Google I/O 大會上， Google 卻幹了一件違背祖宗決定的事。我們快速的回顧一下大會現場那種讓人喘不過氣來的信息密度。 Google 根本不跟你廢話，直接把提速了整整4倍的 Gemini 3.5 Flash 放出來，緊接着是能直接生成和處理視頻的全能模型 Gemini Omni， 還有那個號稱全天候 AI 智能體的 Gemini Spark， 然后還掏出了秋季就要發售的 Android SR 智能眼鏡。真可謂是大象不僅在狂奔，而且是一路踩着油門在狂奔啊。但這些其實都是背景板，整場發布會真正讓人耐人尋味的是 Google 高管在台上輕描淡寫說出的那組數據。 AI Model， 也就是 Google 的 AI 搜索模式，月活躍用戶正式突破了10億大關，而且查詢量正在以每季度翻倍的速度狂飆。這是 Google 官方披露的數字。10億人，朋友們，10億人每天在搜索框裡敲下問題，然後直接看 AI 給出的總結好的答案，不再去點擊下面那一行行藍色的鏈接了。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 Google 90%的利潤來源就在這套系統裡一點一點的漏掉了。對了，如果你是持有 Alphabet 美股的投資者，或者你是靠 Google 流量做生意的人，這些視頻最後會給你2套具體的判斷框架，先記着。那問題來了， Google 瘋了嗎？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主動的引爆自己最核心的商業模式呢？因為大象聞到了死亡的血腥味。Google 面對的根本不是什麼虛無縹緲的技術狂熱，而是實實在在刀刀見血的生存危機。我們別看那些傳統瀏覽器份額的表面數據，那都是自欺欺人。在這個 AI 時代，我們要看的是一個叫做全域數字查詢的新指標。說白了，就是把全人類向機器開口提問的總次數放在一個盤子裡算。在這個盤子裡，根據行業的調研數據， ChatGPT 已經實質性的切走了全球整整 17.6% 的份額。更要命的是，在那些需要寫代碼、做方案、搞創意的生成創意查詢裡， ChatGPT 以 64% 的絕對統治力，把只有 29% 份額的 Google 按在地上摩擦。這直接導致 Google 在桌面端的搜索份額，在過去1-2年裡，硬生生的暴跌了超過5個百分點。朋友們，桌面端可是打工人幹活、做決策、花大錢的核心陣地。不僅如此，還有一個大家可能沒想到的更狠的角色，也在瘋狂的抽乾 Google 的利潤池，那就是 Perplexity。 到了今年3月份，這家做 AI 答案引擎的獨角獸，它的年度經常性收入直接擊穿了 4.5 億美元大關，而且這個數字在1個月內暴漲了 50%。 Perplexity 推出了按量計費的企業級智能體，直接把華爾街投行分析師、企業戰略部做重度商業調研的預算給吸乾了。這原本可是 Google 搜索客單價最高、最肥的一塊肉。面對這種被人按着頭抽血的局面， Google
被迫的搞出了一個大動作，在搜索結果最頂端大規模上線了 AI 概覽。你問問題，我直接用 AI 給你一段完美的總結。這一招確實穩住了流量，但代價相當慘烈。根據最新的行業追蹤數據，這個動作導致現在超過 60% 的 Google 搜索最終變成了零點擊，超過60%的人看完 AI 答案就直接走了，根本不往下滑。傳統的互聯網流量漏斗在物理層面上徹底坍塌了。那些靠 Google 分發流量活着的媒體、垂直網站、中小企業，流量瞬間蒸發了1/3。好，講到這裡，前篇最大的懸念來了。既然別人在瘋狂的搶地盤，自己又親手切斷的藍鏈點擊，按理說 Google 的廣告收入應該夭折，對吧？但是你去看 Google 最新發布的2026年1季度財報，它的搜索廣告營收非但沒跌，反而暴漲了 19.1%， 單季狂攬604億美元，把華爾街的預期都給打爆了。超過一半的人都不點鏈接了，這604億美元到底誰在買單呢？真相是 Google 正在前人類眼皮底子下做一場不打麻藥的黑盒手術。這場手術對 Google 自己來說是刮骨療毒，但對全天下的廣告主來說是一個完全不透明的銷金庫。我們先來看看那些還沒反應過來的廣告主正在經歷什麼。因為 AI 直接給了答案，導致自然點擊率和付費點擊率雙雙暴跌了 60% 以上。廣告主一看慌了，原來投10塊錢能買到的點擊，現在買不到了。那怎麼辦呢？只能把所有的預算全部砸到漏斗最底部那些還能產生轉化的幾個核心關鍵詞上。大家都在這根獨木橋上瘋狂的競價，直接導致今年1季度整個 Google 搜索的 CPC， 也就是單點擊成本，逆勢暴漲了 18%。那些垂直行業的點擊成本甚至翻了倍，行業裡把這叫做西紅柿。廣告主花着比以前貴得多的錢，買着比以前少得多的點擊，僅僅是為了保證自己的廣告還能顯示在 AI 答案的下方。更關鍵的是，這些廣告主根本跑不掉。Google 平台上的商業意圖用戶規模，沒有任何的替代品能在短時間內匹配，這就是典型的有毒的平台依賴。但這只是表象， Google 真正的殺招藏在水面之下。面對 OpenAI 在2026年2月啟動 ChatGPT 廣告時開出的高達60美元1000次曝光天價 CPM， Google 其實眼紅的要命。他太知道 AI 對話框的品牌曝光有多值錢了，但 Google 不敢明着指着他的金主爸爸們收這筆錢，因為過去20年，廣告主早就習慣了不點擊不付費的保底承諾。你突然說只要用戶看了 AI 生成的答案就要收錢，廣告主絕對當場翻臉撤資。所以 Google 玩了一手偷梁換柱，他強制推出了叫做 AI Max 和 PMax 的自動化黑盒系統。Google 告訴廣告主，你別管什麼廣告詞了，也別管什麼 CPC 出價了，你只要告訴我你想要多少轉化，願意為每個客戶掏多少錢，剩下的錢交給我的人工智能。聽起來很貼心，对吧？但 Google 的官方規則裡寫得清清楚楚，你一旦用了這個系統，就絕對沒有權利單獨退出 AI 搜索的廣告位。這就像你去一家高級餐廳，老闆告訴你現在不能單點菜了，必須買主廚盲盒套餐。在這個黑盒裡， Google 完成了一場相當精密的跨渠道流量套利。注意，
接下來的這部分是基於廣告主實測反饋的邏輯推斷，不是 Google 公開承認的機制，但目前是最有解釋力的分析。你想想看那個場景，一個用戶在 Google 裡問了一個複雜的商業問題， AI 概覽不僅給出了答案，還順便在文字裡提到了某個品牌，甚至放了一個產品的輪播圖。用戶當時覺得有道理，但他沒有點任何的鏈接，直接關了網頁。在傳統的 CPC 模式下， Google 1分錢都收不到。但是3天後，這個用戶直接輸入網址買了那個品牌的東西。這個時候，黑盒子的威力就顯現了。Google 龐大的底層追蹤系統立刻捕捉到了這個轉化，然後理直氣壯地從廣告主的賬戶裡扣掉了一大筆 CPA 轉化費，也就是按成交結果收費。Google 告訴廣告主，你看，我幫你促成了一單。但實際上呢， Google 是利用了 AI 對話裡那些根本沒有產生點擊的曝光，暗中吃掉了廣告主的高額預算。說白了，你以為你是在為最終的轉化結果買單，但其實你是在為 AI 給出的零點擊答案交租金。Google 神不知鬼不覺地把收費的錨點從越來越稀缺的點擊行為轉移到了算法黑盒自己定義的綜合業務價值上。這就是為什麼點擊率暴跌， Google 的廣告收入依然能狂飆 19% 的終極秘密。但是這種近乎透支了廣告主信任的走鋼絲財技風險相當高，一旦廣告主算過賬來，發現 ROI 其實在下降，隨時可能引發預算血崩。那 Google 敢這麼玩，到底底氣在哪呢？底氣在於他早就給自己插上了一根相当粗壯的輸血管道。當我們把目光從喧囂的廣告搜索轉移到 Alphabet 整體財報上時，你會看到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財務奇觀。這和我們今年2月那期說的 Google 才是 DeepSeek 衝擊的最大贏家，今天終於有了財報數據上的直接印證。就在大家都在盯着 AI 搜索怎麼革廣告命的時候， Google Cloud 已經悄悄完成了一場歷史性的暴力蛻變。我們把時間軸拉回到3年前，2023年的1季度，那時的 Google 雲還是個到處燒錢搞基建的苦哈哈，營業利潤率只有可憐的 2.56%， 稍不留神就會虧損。但你猜猜到了2026年的1季度，這個數字變成了多少呢？接近 33%， 單季度營收突破200億美元，營業利潤直接狂飆66億美元，同比增長 200% 以上，而且他手裡還死死地攥着高達4600億美元的未履約長單。這是什麼概念呢？這不是畫在 PPT 裡的願景，這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未來幾年事實上的現金流。全世界那些最頂尖的 AI 獨角獸、金融巨頭，未來幾年必須源源不斷地給 Google 雲交算力過路費。Google 雲現在已經佔到了整個集團營收的 18%， 從一個重資產的成本中心徹底變成了利潤的超級印鈔機。這根輸血管實在是太粗了，粗到完全可以覆蓋搜索業務轉型期的任何陣痛，而且 Google 的底牌還遠不止一次。在面對 AI 推理那堪稱恐怖的算力成本時，他掏出了自己藏在後院的終極武器——第8代 TPU 定制芯片，也就是 TPU 8T 和 8i。你想想，生成式 AI 每吐出一個詞，那個 token 的生成燒的都是顯卡，都是電費。如果 Google 和外面那些初創公司一樣，全靠去英偉達那裡排隊買高價的 GPU 算力產值，那他這10億月活的 AI 搜索早就把他幹破產了。但 Google 自己種糧食， GPU 就像是送外賣的 F1 賽車，速度是快，
但油錢和保養費也是天文數字。而 Google 的 TPU 是專為神經網絡矩陣運算設計的專用芯片，不需要兼顧遊戲渲染這些通用任務，算力單位的電費比 GPU 低得多，專車專用，省下來的全是利潤。靠着這套自研芯片的成本套利，再加上Gemini 3.5 Flash 的高吞吐量架構， Google 硬生生的把核心 AI 搜索響应的單次計算成本砍了30%以上，這直接導致把搜索業務包在裡面的整個 Google 服務部門利潤率不僅沒被 AI 高昂的推理成本拖垮，反而逆勢擴張到了歷史最高點的 45.3%。 大象不僅沒失血，它的造血機器反而轉得比以前更快了。這套用雲端暴力給搜索書寫，用自家芯片強行壓低成本的邏輯，實在是太無懈可擊了，以至於華爾街最挑剔的老錢都被徹底的征服。你可能聽說了， Google 高管在財報會上扔了個深水炸彈，說今年要把資本支出，也就是買地、建數據中心、買芯片的 Capex 瘋狂上調到1800億到1900億美元的歷史極值。放在以前，華爾街肯定覺得你瘋了，絕對要砸盤。但市場發生了一次詭異的反轉。就在5月15號，最新的 SEC 13F 文件剛剛曝光，伯克希尔哈撒韦，也就是由巴菲特一手創立，現在由 Greg Abel 掌舵的那家公司，在今年的一季度，史無前例的把 Alphabet 的倉位暴漲了 224%， 真金白銀的砸進去了超過160億美元，直接把 Google 買成了第7大重倉股。你想想，連最看重自由現金流和確定性的伯克希爾都在用腳投票，這說明什麼？說明資本市場徹底看懂並接受了這場換血手術，手裡攥着4600億的確定性長單，這種規模的砸錢就不是燒錢，而是在給自己挖一條別人永遠跨不過去的深海護城河。搞定了線上的軟件財技，搞定了雲端的血包和華爾街的信仰。 Google 高管們剛喘口氣，抬頭一看，背鍋裡冒起了一陣涼意，通往賽博世界的物理大門快要失守了。這就引出了這場愛國大會上那個看似不起眼，其實關乎帝國生死的最後一塊防疫拼圖 Android XR 智能眼鏡。為什麼 Google 一定要在這個秋天聯合三星和高通把智能眼鏡搞出來呢？因為隔壁的扎克伯格已經快把門給焊死了。Meta 跟雷朋合作的智能眼鏡，去年悄无声息地賣出了650萬台，今年更是直接把產能拉到了1000萬台的量級。你試想一下那個場景，如果未來2年走在大街上的人都戴着一副智能眼鏡，一到不認識的餐廳，看不懂的外語，甚至找路，直接開口問眼鏡裡的 AI 就行了。整個過程完全不需要掏出手機，更不需要打開 Google 瀏覽器。這在商業上叫什麼？這叫硬件脫媒。一旦人們在真實世界裡的第一接觸點變成了 Meta 的眼鏡， Google 搜索就會被徹底架空，直接斷流。你連用戶的面都見不到，還談什麼插播廣告呢？所以 Google 做 Android XR 根本不是為了靠賣硬件賺那點差價，這是一場相當慘烈的物理防線平移戰。Google 的戰術相當清晰，他知道自己做硬件不擅長，所以直接搞白牌化和開源統戰。在這個聯盟裡分工明確，高通負責出驍龍 XR2 加 Gen2 芯片，解決功耗和端側 AI 路由。三星負責把高密度的電池和微型攝像頭塞進眼鏡腿裡，搞定全球代工量產。而 Google 自己只做它最擅長的底層操作系統和
和 Gemini 大模型。Google 告訴全世界的硬件厂商，你們都來造眼鏡吧，系統免費給你們用。Google 要確保的只有一件事，出廠默認的那個大腦必須還得是 Gemini。它這是把智能手機時代的安卓護城河強行平移到環境計算時代，為了讓消費者願意把這玩意戴在臉上。Google 在2013年做的 Google Glass 失敗後，買到了一個價值連城的教訓：穿戴在臉上的科技絕對不能有即刻感，技術必須向時尚妥協，必須徹底隱形。所以這次 Google 在区域市場排兵布陣上玩了一手很精準的双品牌戰略。他拉着美國国民级品牌 Warby Parker， 利用它龐大的線下驗光網絡，死守北美白領的基本盤。同時 Google 在去年6月就提前真金白銀的砸了1億美元，戰略入股了韓國頂流高奢品牌 Gentle Monster， 拿下 4% 的股份，專門用顛覆性的高車設計，從亞洲高端時尚圈和 Z 世代年輕人那裡進行情感降維打擊。更務實的是，他們砍掉了所有的屏幕和光学顯示模塊，首發只做音頻眼鏡，光波到顯示屏的良品率遠低於音頻模塊，成本高出好幾倍，還沒量產就先把供應鏈給鎖死了。現在 Google 要做的不是獻祭，而是最快速度把搭載了 Gemini 的眼鏡鋪到全世界的鼻梁上，死死堵住 Meta 進攻的路線。看懂了這頭具象線上線下的精密換血手術，最後這盤棋跟你我到底有什麼關係呢？我總結了2套全新的透視鏡。如果你是關注科技股和美股的投資者，以後每次看 Google 的財報，把那些表面的每股收益、EPS、營收增長先放一放，你要死死緊盯2個核心的對沖指標。左手死死盯住 Google 雲利潤率上升的斜率，看它是不是還在 30% 以上狂飆，這是新底牌成型的速度計。右手盯住財報裡網絡廣告聯盟這塊業務的衰退速度，這是舊商業模式能否平穩過渡的壓力測試。因為 Google 在搜索裡搞黑盒變現，必定會截留外部生態的流量，聯盟收入勢必受損。只要雲業務書寫的增量能遠遠跑贏廣告模式切換帶來的陣痛，這頭大象就還在上升期，轉型就沒有失速。讀懂了這個對沖，你就有了比絕大多數聽消息炒股的散戶，甚至是華爾街初級分析師更敏銳的獨立判斷力。如果你是數字營銷人、創業者，或者是極度依賴搜索引擎流量來做生意的打工人，請你認清一個現實：傳統的 SEO 規則，那種花錢買藍點擊做自然排名的玩法，底層邏輯已經在切換了。在一個超過 60% 的搜索都變成了零點擊的時代，新的商業生死分水嶺叫做 AI 引用率，也就是 Citation Frequency。 未來的掮客不會再有耐心一頁一頁的翻搜索結果了，他們只會看 AI 給出的那段總結。你現在的核心任務是研究怎麼把你的品牌、你的產品優勢深深地餵進大模型的異性戀語料和 RAG 的檢索庫裡。 RAG 就是 AI 做實時搜索時候調用的那個知識庫。你要搶佔的是 AI 在直接給出答案時的品牌提及權。如果你還停留在花錢買點擊的舊思維裡，那在這個新的 AI 時代，你和你的生意就會被折疊進算法的盲區裡。科技巨頭的每一次主動換血，踩碎的都是舊時代的規則。看懂事件背後的商業邏輯、潛力結構與資金流向，你才不會成為那個被時代拋棄的代價。屏幕前的你， Google 的這場換血手術，你覺得最終能成功嗎？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答案。記得訂閱、點讚、
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